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又是一期厨房电器的分享视频啊，好物分享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桌子上放的这款复旦生花食物垃圾处理器啊。那这个就是它的包装了。那咱们先来拆箱吧，等拆开之后再给大家慢慢的讲解。好了，这就是我拆出来的所有东西。关注我的老粉丝应该都知道，我家里面已经有一个食物垃圾处理器了啊。为什么我还要买一个呢？其实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厂商给我提供的。那厂商找到我的时候呢，我也明确给他们说了，我家里面已经有了一个食物垃圾处理器，而且已经使用了1年多了，也算是一个食物垃圾处理器的老用户了啊。但是呢，厂商还是愿意给我提供他们的产品，那就说明他们对他们的产品还是相当有信心的啊。那么它还是全网唯一的一款智能食物垃圾处理器啊。至于它怎么个智能法，等咱们师傅安装好以后给大家演示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吧。这个主机采用的是钢琴烤漆啊，非常的漂亮，方方正正一个白色的盒子，我觉得颜值真的是非常高啊。单看外观啊，我告诉你，它是一个厨房电器，你会把它跟垃圾联想在一起吗？看上去感觉像是一个烧水器电饭锅，或者是一个烹饪食物的一个电器啊，很难把它跟处理垃圾联系在一起。外观还是挺漂亮的。来，咱们看一下它的参数啊，它的功率是800瓦啊，据说是市面上功率最大的食物垃圾处理器，相当于1.08匹马力。再一个呢，它的这个研磨腔室有1.8升，非常的大，一次可以研磨很多的厨余垃圾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研磨腔室啊，其实它这个内部是没有刀片的啊，它靠底下这个转盘旋转，然后通过离心力的作用把食物甩到这个边缘，看到边缘的那些半圆形的小孔了吗？就食物从那里挤出去，这样达到一个粉碎研磨食物垃圾的一个效果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不小心把一些打不碎的东西掉进去，比如说金属的勺啊、刀子呀，或者说厨房的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不小心掉进去了，其实你是可以断电以后，然后伸手进去把它掏出来的。这里面是没有特别锋利的东西啊，那大家一定要切记啊，一定要断电以后再伸手进去捞哦。这个研磨器啊，是专门针对中国家庭厨房使用习惯来研制的啊，专门针对中国的厨房垃圾。然后这里就是排水口，搅碎了以后通过这个口排出。这里还有一个洗碗机的排水接入口，然后这里是复位按键和电源接入口。咱们看一下底下啊，底下这里有一个入水口啊。这个机子它是带自动进水功能的啊，所以说它有一个进水口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配件啊，这是一个金属的底座，就是这样装的。这个是全金属的，看上非常厚实，非常的结实。然后它是有2个口径可以选择的，看你的水盆是多大口径，你可以任选一个。这是电源，这是它的无线开关啊，它是无线的，你可以想装在任何的位置，而且没有线。这个就是它的盖子啊，它的这个盖子既可以当盖子，又可以当把垃圾往下倒的这么一个工具。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些管线，然后阀门什么的。这是一个进水的水管，这是它的包装说明书，还有一个注意事项的卡片。好了，那光摆在这儿介绍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啊，咱们要安装起来，咱们要用起来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。那么我已经预约好了安装师傅啊，他们家的产品都是包安装的啊，师傅会免费上门给你安装。好，师傅现在已经来了。这是一个防脱销，防止它往后脱落，防脱了。这个就是滑到这儿它就动不了了。目前这个已经完全装好，经过测试，自动进水都是正常的，运行声音非常小。好了，装好了啊，它没有正面朝着我们，因为我装了一个这个排水管，集成了洗碗机、净水器，还有一个溢水口，就是接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需要一个这个装置，它是透明的，一会儿咱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食物磨碎然后出来的样子。
这个垃圾处理器装好了以后，也不是特别的占位置啊，我们可以在里面还可以放很多东西。看一下上面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它使用的是一个无线开关啊，无需打孔走线，非常方便。然后这旁边是一个小提示啊，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放进去搅的，比方说带纤维的东西，热油、年糕、大的骨头，我就把它和开关贴在一起了。当你每次开启它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些提示，什么东西不能放。好了，我们的机器已经安装好了啊，今天来吃上一顿大餐，顺便来体验一下这个机器好不好用。我们现在正在做饭的时候，就把这些厨余垃圾，这些菜叶子呀，还有这个鱼的内脏，还有这个辣子的杆子，全都给它丢进去。像这个黄瓜皮啊，还有果皮啊什么的，都可以直接丢进去。像这个菜的这个杆杆，直接就丢进去。好了，我们所有的配菜都已经准备完毕了啊。然后我们一共制造了这么多的垃圾，我们现在就给它处理一下。先把这些垃圾全部都怼进去。全部都给它塞进去。这个噪音还是比较小的，比原来那个小多了啊。你不用关它，它自己一会儿会自己停。它是自动进水的，我们不用开水。搅完了之后，它自己会停。它现在已经停了。好了，咱们的这个厨余垃圾就处理干净了啊。看一下我们的垃圾桶是没有任何的湿垃圾的，全都是干垃圾。好了，我们的大餐做好了，又是一顿丰盛的晚餐。我们又做了一个果盘，然后这边都是西瓜的皮。我们现在来把这个西瓜皮给它处理一下。瓜皮汁，看一下，哇塞，里面已经空空的了。你还有一个爆辣版本，就是把辣子。哎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我们已经吃完了啊，非常的美味。然后这边都是一些食物残渣，这是鱼骨，然后这是龙虾尾的壳，辣子鸡只剩辣子了。然后那边还剩了点菜啊，那是剩菜，那是剩菜。这个食物垃圾处理器啊，跟洗碗机真的是绝配，它们两个配合起来使用啊，效果更佳啊，有这个加成。就是咱们把这些食物残渣直接倒到这个水槽里之后，把盘子摆进洗碗机就行了。好了，一顿大餐吃完了，咱们的厨房也收拾干净了。看一下咱们的垃圾桶，是不是没有一丁点的湿垃圾，完全都是干垃圾。好了，大家看我使用下来，这个复旦生化垃圾处理器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大大的提升了生活质量？真的是一个厨房必备的神器啊！真的是可以大大的提升咱们厨房的环境卫生啊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，就是你提着一兜装满剩菜剩饭的垃圾，
在坐电梯或者是在小区的道路上往垃圾箱行走的时候，正巧呢你这个垃圾袋又不是很结实，然后一路走一路滴这个菜汤，你是不是很尴尬？但是有了这个食物垃圾处理器呢，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烦恼，可以大大的减少咱们去倒厨房垃圾的次数。如果厨房垃圾只有干垃圾的话，我们没必要每天都去倒。当你的厨房有很多这种湿垃圾的时候，那你的厨房肯定会滋生出很多细菌，会招来很多的昆虫、苍蝇、蟑螂等等吧，而且会产生异味。但是呢，当你有了食物垃圾处理器呢，那么细菌和昆虫就没有了它生长的环境，所以您的厨房会变得非常的干净，你的厨房的环境会大大的提升。我觉得是这款复旦生花垃圾处理器最大的意义所在，非常强烈的推荐给大家。有了食物垃圾处理器呢，就能真正的做到垃圾分类、干湿分离啊。那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说了，你这么做你会堵塞下水道，你会对污水处理厂造成很大的压力。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直接给大家放一段视频，看看中央一台某节目里面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。使用这种垃圾处理器处理厨余垃圾，会不会造成下水道的堵塞呢？一般就是原来下水道就没有堵的情况，这种楼盘安装还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认为，如果把湿垃圾呢，就从下水道一端直接输送到这个污水处理厂，把这个湿垃圾处理掉以后，反而在填埋过程中不会污染土壤，这样反而有助于环境，有助于这个垃圾围城的解决。您瞧，由于垃圾处理器把食物残渣研磨到了标准的精度，这些残渣是不会造成下水道堵塞的，而且不会污染咱们的水体和土壤环境，您可以放心使用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也是我对这款复旦生花垃圾处理器的一个初体验吧。那么我也是才装上，使用了很短的时间。那么等待我今后使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后呢，后面我还会再出一期视频，就是这款复旦生花垃圾处理器跟我之前的那款垃圾处理器，它俩分别有什么优缺点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